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唐朝年间，北安镇有个叫婉如的姑娘，再过5天就是她成亲的日子了。男方是本镇的一个老实汉子，叫范大壮，两家人都很满意这门婚事。这天傍晚，婉如的父母亲友正在为她置办嫁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在院门口响起：“各位大叔大妈，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”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乞丐，蓬头垢面，满身泥土，手里拄着一根木棍。婉如爹见状走过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哪来的乞丐？去别的地方要吧，我们家没有吃的。”说着就要往外轰。婉如赶忙拦住父亲，说：“爹，不就一口吃的吗？给他点儿就是了。”说完转身回屋，不一会儿手里拿了4个窝头1块咸菜走了出来。他把东西递给乞丐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富户，只有这些，你拿去吧。”乞丐感激地看着面前的姑娘，给她鞠了个躬，然后拿着窝头转身离去。婉如爹说：“闺女，你看这人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，你给了他食物，也不说句谢谢。爹，不就是几个窝头吗？咱家又不差这些。”婉如爹哀叹一声，转身继续忙活起来。5天后，婉如嫁给了范大壮。范大壮家里还有母亲刘氏，平日里母子俩相依为命。范大壮自小就非常孝顺，他知道母亲把自己拉扯大很不容易，所以无论家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用的，都是先给母亲。自打婉如嫁到范家后，大壮每天去田里劳作，婉如就在家里操持家务，孝顺婆婆。一家人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和谐美满。可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小两口婚后第2年，范大壮突然一病不起，连下床走路都成了奢望。婉如花了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请了好几位郎中，买了很多名贵的药材，可就是不见效。范大壮整日里唉声叹气，愁容不展。婉如劝慰道：“大壮，你别发愁，没准过几天你的病就好了。”范大壮苦笑一声：“婉如，你就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清楚。我之所以发愁，主要是放心不下我娘。大壮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婆婆的。”范大壮说：“婉如，你还年轻，将来肯定会另嫁他人，可娘年纪大了，我要是走了，剩下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啊？”婉如哭着说：“大壮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这辈子只有你这么一个丈夫。”范大壮说：“婉如，别说傻话了，你还年轻，等我走了，你就再找一个吧。”婉如还想说什么，大壮摆了摆手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这天大壮突然对婉如说：“婉如，你去把我最好的朋友杨天成找来。”婉如也没多想，答应一声就去找杨天成了。杨天成是大壮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两人非常要好。不多时，杨天成跟着婉如进了屋。大壮见杨天成来了，费力地抬起手，杨天成赶忙握紧。婉如说：“你们哥俩谈吧，我去做饭。”大壮却说：“婉如，你等等，我有话对你们俩说。”只见大壮断断续续地对杨天成说：“天成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快不行了，我打算把婉如托付给你，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就把婉如娶了吧。”此言一出，两人都是一愣。杨天成赶忙说：“大壮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……”大壮紧握着杨天成的手说：“天成，你听我说，婉如是个好妻子，只有把她托付给你，我才放心。还有你们2个成婚后，一定要善待我母亲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”还没等杨天成说话，婉如哭着说：“大壮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不会再嫁的。
我一辈子都是你们范家的媳妇，你不用担心婆婆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杨天成见婉如这么说了，他心中有些失望，于是对大壮说：大壮，你安心养病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婉如和伯母的。晚上，大壮对婉如说：婉如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没必要为了我耽误一辈子的幸福。婉如说：大壮，你别说丧气话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大壮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1个月后，大壮还是离开了。在杨天成的帮助下，婉如料理了大壮的后事。就这样过了3年，婉如始终没有改嫁，而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刘氏。可刘氏因思念儿子，伤心过度，前不久也离开了人世。婉如爹见女儿过得如此凄凉，他劝道：女儿，你已经对得起范家了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婉如却说：爹，我还不想再嫁呢，一个人过也挺好的。婉如爹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自从大壮走后，杨天成遵守了对他的诺言，隔3差5的就过来看看婉如，送点米面什么的。俗话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日子一长，总有些地痞无赖到婉如家讨便宜，不但嘴上不老实，有时候还动手动脚的。有一次，一个叫刘三的无赖假借口渴进屋讨水喝，趁机攥住婉如的手就不撒开了，正巧被杨天成看见。杨天成怒不可遏，和对方扭打在一起，结果还被刘三打翻在地。婉如及时喊来街坊四邻，刘三见对方人多势众，这才慌忙逃走。婉如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杨天成，心中满是感动和愧疚。他找来毛巾替杨天成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然后关切地问：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杨天成朝地上吐了口血水，然后挤出个笑脸说：没事，婉如，不用担心。婉如哭着说：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了杨大哥。婉如，你不要伤心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为了你赴汤蹈火，我在所不辞。婉如当然明白杨天成的意思，他只是低着头没有说话。杨天成见场面有些尴尬，他又说：婉如，听我句劝，你该找个依靠了，如果家里有个男人，我看谁还敢来讨便宜。婉如红着脸说道：知道了，杨大哥。杨天成看着烛光掩映下的婉如，心中升起了一股冲动，他猛地抓住婉如的手，激动地说：婉如，大壮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其实我那时就已经同意了，只不过当初你没有答应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。婉如，我喜欢你。婉如见状，使劲抽出手，她红着脸说：杨大哥，请你自重。杨天成悻悻地收回手，然后尴尬地说了句：婉如，我先走了，转身离去。望着杨天成的背影，婉如尘封已久的心似乎有了些松动。几天后，婉如正在家里做饭，突然院中闯进一伙人，婉如吓得花容失色，连连后退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衣着华贵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盯着婉如，始终没有说话。婉如见来人30左右岁的年纪，虽然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看着不像坏人，可身上却带着一股让人生畏的气势。见对方不说话，婉如也不敢说话。男人看了他一会儿，带着人转身离开。这件事轰动一时，有街坊认出来那人就是新晋北安镇的首富蒋永年。很多人都在猜测蒋永年和婉如的关系，有人说蒋永年相中了婉如，想娶她做媳妇，也有人说婉如以前得罪过蒋永年，这次人家是来报复的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可不管怎样，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地痞无赖到婉如家捣乱了，这对婉如来说可是件大好事。后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，那就是婉如经常在天明的时候发现窗台上总有人留下的银子，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有时他甚至觉得这些钱都是老天爷给他的。不过宛如自始至终都没动过这些钱，而是把它们藏了起来。这天傍晚，杨天成扛着一袋面来到宛如家。他说，前2天我看你面缸已经见底了，所以今天给你拿袋面来。宛如不好意思地说，杨大哥，多亏你这些年的照顾，要不然我……宛如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的心思你应该明白。宛如没有接茬，转移话题道，杨大哥，我给你倒碗水。杨天成想了想，还是问道，宛如，你究竟认不认识蒋永年？宛如摇头道，我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大老爷呢？杨天成说，据说这蒋永年不是咱们本地人，是1年前搬到北安镇的，可他一来就直接买下镇上最繁华那条街的所有铺户。传言这蒋永年家里有个聚宝盆，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。宛如笑着说，这世上哪有什么聚宝盆啊？杨大哥，你可真会说笑。杨天成挠了挠头，尴尬地笑了起来。待杨天成走后，宛如回想着当天的情景，她也十分奇怪，那个男人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自己，然后扭头就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愣了很久，宛如笑着摇摇头，躺在炕上睡着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宛如照常背着箩筐上山采药。这些年，宛如每天都要上山采草药，然后卖给镇上的药铺换些银钱，以此度日。可他没发现今天身后一直有个身影悄悄跟随。宛如来到一片小树林，边上有个树桩，这是他经常用来歇脚的凳子。他解下背后的竹篓，坐在树桩上，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正在这时，一只大手从背后捂住了他的嘴，宛如惊慌失措，刚要挣扎，另一只手紧紧箍住他的脖子，一种窒息感瞬间传遍全身。宛如被拖进树林，双手拼命地要去掰开脖子上的那只大手，可那人的力气太大，任凭宛如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始终没能成功。关键时刻，宛如灵机一动，她猛然张开口，使出最大的力气咬住那人的另一只手。只听啊的一声，身后的男人吃疼不已，赶忙松开了宛如。宛如顾不上喘息，她一面大口大口喘着气，一面艰难地站起身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。宛如瞬间认出，此人正是前段时间经常来家里骚扰她的地痞刘三。宛如转过身，直接向树林外跑去。刘三见状也顾不上许多，3步并作2步撵了过去。宛如终归是个弱女子，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刘三追上。刘三伸出大手想要去抓宛如，宛如似乎早有预料，他突然一个急转弯，直奔旁边跑去。刘三不敢怠慢，依然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可跑了没几步，宛如却停了下来，原来前面竟是悬崖峭壁。刘三露出狰狞的表情，他笑着说，跑啊，你倒是跑啊，敢咬我，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。说着就要伸手抓宛如，你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刘三哈哈大笑，你跳，我看着你跳。说着还向前走。宛如望着深不见底的悬崖，再回头看看就要到身前的刘三，他眼一闭心一横，直接跳下悬崖。这下刘三可傻了眼，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抓宛如，可根本就不敢烫。刘三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他紧张地四下望了望，然后转身逃进树林，消失不见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宛如悠悠转醒，此时的他根本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虚幻。恍恍惚惚，他看到一个人影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，然后钻心般的疼痛感让他转瞬又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已经躺在自家的炕上。他想喝口水，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这时一个身影映入他的眼帘，宛如惊喜地发现正是杨天成。杨天成笑着说，宛如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不知道这些天可把我吓坏了。
宛如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杨天成道：“你是不是想喝水了？”宛如艰难地眨了眨眼睛。杨天成赶忙跑出去，不一会儿就端进一碗温水。他用小勺一点一点喂宛如喝水。等宛如喝完水后，杨天成这才将事情的经过和他讲述了一遍。原来那天宛如遇到刘三掉落悬崖，晚上杨天成来宛如家送东西，敲了半天门始终没人应。杨天成看天色已晚，宛如还没有回家，心中十分担心，于是提着灯笼上山寻找，恰巧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宛如，并将其背回家中。杨天成花钱请了10里8乡最好的郎中，这才保住了宛如的性命。即便如此，宛如还是昏迷了5天5夜。宛如说，那天袭击我的人是刘三。杨天成身体微微一震，赶忙说道：“我们都知道了，自从那天以后就没人再见过刘三了，估计他肯定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宛如，放心吧，像刘三这样的坏人，老天爷肯定不会放过他。”宛如点了点头。杨天成又说：“宛如，你要好好养伤，早日康复。”宛如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多谢杨大哥。”宛如：“跟我就不用客气了。大夫说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而你很多处骨头都受伤了，怎么也得调养个1年半载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段时间我来照顾你。”宛如想要拒绝，可又一转念，自己现在连翻身都做不到，如果身边没人照顾，根本活不了几天，所以他也就没再坚持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眨眼1年过去了。宛如在杨天成的精心照料下恢复如初。这段时间两人朝夕相处，宛如冰封的内心也逐渐融化，她终于接受了杨天成的爱。这天傍晚，宛如正在厨房做饭，杨天成从田里劳作回来，他把锄头往院墙上一靠，然后喊道：“宛如，我回来了。”宛如答应一声，说道：“成哥，快洗手吃饭吧。”杨天成洗了手，跑进屋一瞧，发现桌子上摆着很多好吃的，有荤有素，让人看了都流口水。他对宛如说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弄了这么多好吃的？”宛如端起一杯酒，说：“今天是特意犒劳你的，这1年多的时间，要不是你的精心照顾，我肯定不能这么快就痊愈。谢谢你，成哥。”说着一仰脖把酒喝干。杨天成也端起酒，一饮而尽。喝完后，杨天成说：“宛如，我的心意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？咱俩的事，行还是不行？”宛如闻言，低着头说：“成哥，行，真的。”宛如：“太好了。”说着，杨天成将宛如紧紧抱在怀里。宛如没有抗拒，而是红着脸把头埋进杨天成的胸膛，然后说道：“成哥，咱们成亲吧。”杨天成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，他使劲儿点了点头。1个月后，这天正是杨天成和宛如成亲的日子。杨天成送走了亲友们，身形摇晃地来到新房，他轻轻关上门，然后拿起桌上的喜秤，缓缓挑起新娘的盖头。杨天成看着眼前的娇媚新娘，直接愣在当场。他打了个酒嗝，说道：“宛如，你真的太美了。”此时宛如好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朵，美得不可方物。杨天成将喜秤放到一边，坐在宛如身边，搂过她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娘子，让我们安歇吧。”宛如娇羞地低下了头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得屋中一个空灵的声音说道：“宛如，你不能嫁给他。”此话一出，杨天成和宛如都脸色惨白，因为这个声音对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宛如丈夫范大壮的声音。只见两人身前突然涟漪阵阵，眨眼间便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宛如一见，心下大惊，那道身影正是自己去世多年的丈夫范大壮。杨天成猛然站起身，他护在宛如身前，对范大壮说：“
大壮，这件事不怪婉如，要怪你就怪我吧。范大壮似乎并不想和杨天成纠缠，而是对婉如说：婉如，听我说，你不能嫁给杨天成，他不是好人，他是一个畜生。此时的婉如早已泣不成声，她不敢直视范大壮，唯有哭泣。杨天成见到婉如伤心，怒气冲冲地说：大壮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为何还要为难婉如？她有再次选择的权利，你管不着，我管不着，我管不着。哈哈哈哈！范大壮歇斯底里地笑着。杨天成本就对大壮打扰他的好事感到不满，再加上大壮对他的嘲笑，直接让杨天成怒不可遏。他朝大壮喊道：范大壮，今天我就要娶婉如为妻，谁也阻止不了我们。话音刚落，就听门外有人说道：是吗？我也不行吗？说着又一道身影飘了进来。杨天成一看，顿时吓得魂不附体。只见来人，错了，应该说是鬼，正是那天在悬崖上偷袭婉如的刘三。刘三飘到杨天成面前，脸贴着脸问道：杨大哥，还认识小弟吗？杨天成根本不敢睁眼看刘三，而是双手捂脸，嘴里不断地说着：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刘三面目扭曲地说：杨天成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还我的性命！杨天成闻言直接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头道：兄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放过你。说得轻巧，那我不就白死了吗？杨天成磕头如捣蒜，不一会儿脑门就已经渗出血迹，可他根本不敢停下。刘三说：把你的罪行自己说一遍，快点。杨天成略微有些迟疑，不过还是勉强点了点头。原来当初范大壮和婉如成亲的时候，杨天成第一次见到婉如就被她深深吸引。本来他最初只是将感情深埋在心底，可范大壮的突然离世给了他机会。当初婉如根本没打算再嫁，所以拒绝了大壮临终前的安排，这让满心欢喜的杨天成非常失望。不过他并不灰心，为了能够得到婉如，他托刘三找了很多地痞无赖，成天到婉如家里搅闹，目的就是逼着婉如找个男人嫁了。可后来蒋永年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，谁也不知道蒋永年和婉如的关系怎么样。那些地痞们都怕触怒了蒋永年，于是便不敢再去婉如家了。杨天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那天他让刘三在婉如经常采药的地方等着，自己则尾随婉如上山。本来杨天成计划得很好，婉如来到树林，刘三先袭击婉如，做出要对婉如不轨的样子，而后杨天成及时赶到，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好戏。不成想婉如打斗中不但认出了刘三，而且还跳下悬崖，生死不知。这下可把杨天成吓坏了。当晚他收拾好包袱，打算和刘三亡命天涯，可走到一个山洞，突然看到有个人正躺在里面。他仗着胆子走过去，发现竟是婉如。此时的婉如虽然晕过去了，但还有气息，而且身上好多处关节已经用树枝简单固定住了，显然是被别人救了，暂时放在此处。杨天成眼珠一转，赶忙趁着夜色将婉如背回家中进行调养。做好这一切后，他又返回和刘三约定好的地方，从背后下手将刘三打晕，然后狠心将其杀害。杨天成心想，只要刘三死了，他做的这些事就不会有人知道。回到家，他开始细心照顾婉如。等到婉如醒来后，杨天成装成无辜的样子，说是自己半夜上山寻找，费尽心力这才将她救回来。果然婉如感激杨天成的救命之恩，终于接纳了他。听了杨天成的供述，婉如惊得张大了嘴巴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身边的这个男人竟是如此的蛇蝎心肠。她哭着冲到杨天成跟前，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。杨天成并没有还手，只是默默低下头。正在这时，房门又被打开，
这次闯进来很多衙役，他们往两边一闪，居中走出两人，一个是本地的知县张大人，另一个是本镇最大的财主蒋永年。蒋永年对张知县说：“大人，您都听见了，这杨天成不但勾结地痞滋扰百姓，更是杀害刘三的凶手。”张知县点点头，然后朝杨天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将罪犯杨天成缉拿归案，关进大牢，等候发落。”旁边的衙役答应一声，上前直接将杨天成打翻在地，然后绳捆索绑。杨天成嘴里不断地喊着：“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”张知县朝蒋永年一拱手，道：“蒋员外，事情已经处理完，本官那就告辞了。”蒋永年施礼道：“有劳张大人。”张知县带着衙役，押着杨天成回了县衙。几天后，杨天成被定为死罪，秋后执行。他也算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，这些我们就不赘述了。再说宛如家里，等张知县走后，蒋永年轻咳了一声，从门外走进一位老道士，他对蒋永年打了个起手，说道：“事情都解决了。”蒋永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有劳道长了。”老道士一笑，忽然一招手，手中多了一个金色的小铃铛，他轻轻晃了晃小铃铛，刘三的魂魄直接就被吸了进去。这时范大壮对宛如说：“宛如，我要走了，今后你要多保重了。”说完，他指了指蒋永年，继续说：“宛如，这个男人才是你依靠，千万不要辜负了他的这份感情，祝你们幸福。”说完便化作一道光，倏地一下进入了小铃铛里。宛如闻言掩面痛哭。老道士做完这一切，又朝蒋永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我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我也该回山了。”说完便消失不见。蒋永年朝老道士消失的地方深施一礼，久久不愿起身。过了很久，他走向宛如，说道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宛如有些诧异，他摇了摇头。蒋永年一笑，道：“你还记得好几年前，有个乞丐来你家要东西吃吗？”宛如吃惊地说：“你是那个乞丐？”“对，是我。或许当时你对我并没有留意，可我对你的印象却很深。”宛如问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蒋永年这才娓娓道来。原来当初他穷困潦倒，饿得不行，是宛如好心给了他几个窝头，让他能够继续活着。后来他机缘巧合捡到一颗宝珠，可第二天就有一个老道士找到他。老道士说：“这颗珠子本是我的，100年前我却把它弄丢了，我们之间从此失去了感应。昨天当你捡到它的时候，我忽然又感到了它的存在。年轻人，把珠子还给我，作为报答，我可以为你做3件事。”就这样，蒋永年让老道士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拥有很多财富。后来蒋永年在老道士的帮助下，成为了富商，可他始终忘不了当年那个施舍窝头的姑娘。于是他来到北安镇，成为了北安镇首屈一指的富翁。可他却来晚了，他心爱的姑娘已经嫁为人妇，他不愿破坏他的家庭，只能选择退出。本来蒋永年觉得能守在他旁边，看着他快乐生活也是一种幸福。可没多久，蒋永年发现有很多地痞无赖经常去宛如家捣乱，而且这些人好像是受人指使的。于是他这才带人到宛如家折腾了一下，果然把那些地痞无赖都给吓住了。当时蒋永年想把幕后操纵的那个人找出来，所以并没有和宛如表露身份。没过几天，宛如就在山上发生了意外。其实当晚在山上救宛如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蒋永年。他在山上找了很久，才在一个山坳里找到奄奄一息的宛如。眼看心爱的姑娘危在旦夕，他祈求老道士救宛如一命。老道士说，他摔得太重了，能不能救活要看他的造化。老道士施法将宛如救过来后，耗费了太多心神，直接累晕了过去。蒋永年没办法，只得先将老道士背回家。
可等他再次回到那个山洞的时候，却发现宛如已经不见。蒋永年焦急万分，他四下寻找，正好撞见杨天成在对刘三下杀手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蒋永年推断出杨天成就是那个幕后的黑手。他本想直接将杨天成的所作所为告诉宛如，可那时宛如身体还没养好，再说即使蒋永年说了，宛如也未必相信。于是他只好另做打算。1年后便传出了宛如要和杨天成结婚的消息。无奈之下，蒋永年只好求老道士拘来范大壮和刘三的魂魄，想以此来迫使杨天成说出实情，这才有了宛如成亲当晚的这一幕。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原来蒋永年才是一直默默关心、呵护宛如的那个人。难怪范大壮最后要宛如千万不能错过蒋永年。蒋永年对宛如说：“宛如，我知道这一切，让你短时间接受很难，我能等，我也愿意等，等你真心接受我的那一刻。”宛如哭着说：“永年，请给我些时间好吗？”蒋永年笑着说：“当然。”1年后，宛如终于敞开心扉，接受了蒋永年的爱，两人结为夫妻。后来，宛如为蒋永年生下一对龙凤胎，两人一辈子积德行善，最终寿高100岁，无疾而终。我们说爱一个人可能是轰轰烈烈的，也可能是平淡无奇的，还可能是默默无闻的。很显然，蒋永年就属于后者。不过他很幸运，他的这份爱能够收获果实，或许这样的感情才是最美的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